Hello， 这里是大西岛。2019年末，一种神秘的新型流感从武汉出现，并迅速在中国大陆蔓延，并扩散到其他国家。从2019年12月首例发现，截止至北京时间2020年2月6日21时，已有超过31000人确认感染，637人死亡，并且该数字还在持续上升。导致这一疾病的元凶正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今天我们来聊聊冠状病毒的前世今生。1937年，这种病毒首先从鸡身上分离出来。到1965年，科学家从普通感冒患者的鼻腔冲洗液中分离出第一株人的冠状病毒，它们的外层类似皇冠状。1975年，国际病毒命名委员会将其定名为冠状病毒。在2002年之前，冠状病毒都被认为是一种温顺的病毒，最多导致轻微的呼吸道疾病。直到2003年，短短5个月感染了8000人，致死率 9.6% 的 SARS 和2012年致死率超过 30% 的 MERS， 改变了人们对于冠状病毒的认知。接下来我们调转镜头，回顾一下 SARS coronavirus 和 MERS coronavirus 的发展史。2002年，广东省河源市的一个普通村民黄信初在深圳一家酒楼里当大厨。12月5日左右开始觉得发热、畏寒、全身无力，去医院打了吊针之后，病情未见好转，随后回到河源老家。12月15日，黄信初一直发烧，被送到河源市人民医院治疗。此后，河源医院参与治疗的9位医护人员先后出现了类似症状，因此怀疑黄信初具有传染性。2002年12月17日，黄信初的病情加重，出现呼吸困难，由河源市人民医院送到广州军区总医院抢救。此次病症被认定为中国首例非典型肺炎报告病例。与此同时，这种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开始在互联网流传开来。2003年1月2日，河源市将有关情况报告省卫生厅。不久后，中山市同时出现了几起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的病例。同年2月3日，广东省卫生厅向国家卫生部紧急报告，近1个月来，广东省河源、中山、佛山、广州先后发生的非典型肺炎情况。2003年2月21日，一位工作时接触过数名 SARS 病人的退休教授刘建伦将病毒带入香港，入住金华酒店，因在港期间未使用口罩等防护措施，造成16位酒店住客和访客受到感染，继而引起香港的威尔士亲王医院大爆发以及社区大爆发，也同时把非典病毒传到遥远的多伦多、温哥华、河内、新加坡、菲律宾、英国、美国等地。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出了全球警告。3月15日后，世界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非典的报道，从东南亚传播到澳大利亚、欧洲和北美。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SARS 在短短5个月之内传播到了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造成了8000人感染，死亡病例接近800人，是本世纪初最严重的一次传染病。蛰伏9年的冠状病毒在2012年再次吸引了全球的目光，霸占新闻头条。这一次的主角是 MERS coronavirus 中东呼吸综合症。2012年曾去过沙特阿拉伯的卡塔尔病患被确认为世界第一例。截止到2020年， MERS 至今还未完全受到控制，有超过2400人确认感染，死亡人数超过840例，病死率高达 34% 以上。SARS 与 MERS 和历史上的大流行病一样，都满足3个特征：一种新病原在人群中出现；2新病原感染人后引起严重病况；3病原易传染，特别是人与人之间传染。新病原通常意味着短时间内无特效药，加之强传染性，不加防控可造成大规模恐慌和伤亡，甚至能深刻改变世界局势。比如14世纪爆发的黑死病，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约7500万人死亡。根据估计，瘟疫爆发期间，中世纪欧洲约有占人口总数 30%到60% 的人死于黑死病。在长期与病毒的斗争中，人们总结出了传染病流行的3个要素：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接下来我们将一步一步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解科学家、医生和普通人是如何针对这3个要素对抗冠状病毒的。病毒是由蛋白质和核酸构成，核酸虽然只占病毒组成的 5%， 但可以视作病毒的身份证。找到病原核酸基因组关键，但也耗时长久。病毒活在细胞里，先要在病人的临床样本中找到其生长的特定细胞，
分离病毒并加以培养，再通过动物实验验证是否符合现有病人的临床表现，并确认病人恢复期血清中该病原的抗体低度有4倍升高。这个过程可能耗费数周。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出现，使得实验人员能够在短期内找到病原的核酸、基因组等证据，与已知病毒核酸序列进行对比，进行快速鉴定。此次武汉疫情中，科学家只用了9天就初步确定了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序列确认后，就可以着手开发检测工具。我们参考了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和说明书，检测方法使用的是主流的检测 RNA 病毒的方法，称为 RT-PCR 荧光探针法。这个过程有3个组成部分 ：RT 逆转录、PCR 聚合酶链式反应和荧光探针。首先，根据冠状病毒的某些基因靶位点设计特异性探针，通过逆转录酶将病毒的 RNA 逆转录为互补 DNA、cDNA， 以 cDNA 为模板进行扩增，获得目的基因。PCR 过程中加入设计好的荧光探针，通过看荧光信号强度达到阈值时的 PCR 循环次数来判断是否为特定病毒核酸。循环次数少于某阈值，则判断病毒核酸为阳性。检测到后，对传染源进行阻断隔离，减少病毒扩散。接下来就是要找到病毒传播的源头。病毒无法独立生长和复制，它们需要寄生在宿主细胞中才可以完成这一过程。病毒的宿主又分为自然宿主和中间宿主。病毒可以与自然宿主和平相处，也可以通过中间宿主传播到人类身上。找到病毒的宿主，才可以有效地还原病毒的发展轨迹，从源头切断。以 SARS 为例，在 SARS 疫情期间，人们一度认为果子狸是 SARS 病毒的自然宿主，然而研究却发现，果子狸被人工感染后也会生病，表现出症状。这一发现推翻了果子狸是自然宿主的论断。而鉴于上世纪2种著名传染病的宿主均为蝙蝠，科学家们开始猜想 SARS 的自然宿主也可能是蝙蝠。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石正丽团队也受此启发，开始采样，在广西和湖北的菊头蝠体内发现了 SARS 病毒的抗体，又顺藤摸瓜在这些蝙蝠体内检测到了冠状病毒，并称其为 SARS 样病毒。这说明 SARS 的源头的确与蝙蝠有关。然而，在蝙蝠的一段关键基因上发现的 SARS 样冠状病毒与感染人和果子狸的 SARS 病毒相差非常大，也就是说，这些蝙蝠所带的冠状病毒很大概率并不会像 SARS 病毒那样可以感染果子狸和人类，也只能算作 SARS 病毒的堂兄弟。又经过10年遍布28省市寻找元凶的猎毒之旅，2013年在云南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数量庞大的菊头蝠种群，还有10多株不同类型的 SARS 样冠状病毒，最终证明了 SARS 病毒是经过这些蝙蝠 SARS 样冠状病毒重组而来的，自然宿主的未解之谜也就此盖棺定论。 MERS 的情况与 SARS 类似， MERS 也拥有中间宿主骆驼，而自然宿主至今还无定论，有可能也是蝙蝠。宿主感染了病原体后，病原体需要有能力复制增殖，产生和自己一样的拷贝，并且需要通过飞沫、体液、排泄物等途径把大量具有感染活性的拷贝排出宿主体外。只有具有这些机制，才能够感染下一个宿主。因此，人与人之间传染可能的途径也包括吸入感染者咳嗽或打喷嚏时喷出的飞沫，触摸被病毒污染的物品，如桌子或门把手，然后再触摸口、鼻或眼睛，接近携带病毒的动物，或使用未经烹饪或未煮熟的含有病毒的肉类或动物制品。有一些病原体感染者能排出拷贝，但是难排出大量的有感染活性的拷贝，这时候传播效率就低了。只有与感染者直接密切接触的，甚至还得是有同样遗传易感性的人才会被感染。判断传染病的严重程度要看人机传播的代际，代际传播越多，说明疫情越严重。有些疾病不会人传人，比如破伤风，感染者都是被环境中的芽孢感染的。有些疾病是有限人传人，指的是高度偶然的，不会多代传播的。还有一些是持续人传人，指的是传染并非偶然发生，一个宿主可传染多人，可多代传染。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有证据表明存在有限人传人的情况，尚无明确证据表明持续人传人。因为新冠病毒存在人传人情况，在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切断传播途径，例如封城、关闭非必需公共设施。部分国家政府也陆续关停来往中国的航线。针对于传染病，易感人群是指对某种传染源缺乏免疫力的人群。狭义的概念是指有的人携有容易感染特定病原体的基因，也就是遗传易感性。此次新冠病毒人群普遍易感，孕妇儿童也易感，而老年人以及有基础疾病者感染后病情较重。鉴于特效药疫苗的研制过程旷日持久，
普通人可以做的就是戴口罩、勤洗手。病毒很可怕，而比病毒制造的病痛更可怕的是因不了解而产生的恐慌，继而引发的歧视。因不了解而不予正视，继而误人误己，贻误最好的应对期。病毒面前不分职业，不分国籍，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没有人可以全身而退。人类与病毒的交锋从来就没有结束，也永远不会结束。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从斗争的历史中不断的积累和学习经验，从而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对大自然怀有敬畏之心，更不能随意打破平衡。愿冠状病毒有一天和天花病毒一样，永远地消失在人类的历史中。有一个年轻的病人，19岁，这个因为自己心理素质比较差，他家长刚才就是说，问一下他。我突然想到我的孩子，这一切都被你了解，十指错落相牵，跨越时间，总会有一天你出现我身边。